这边呢，算是我的私人办公室，就是我有自己独立的一个房间，但是我从来不在这里上班，因为我觉得把自己关在这里非常的可怜，所以我这边就把它当成放杂物的地方。其实实际上我是坐在那里，因为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老板就是要坐在自己独立的办公室里面，可是我觉得这样好可怜，没有办法跟大家聊天，所以我其实都在那边。我是这个台北市议员邱威杰有些人可能知道我是上班不要看的呱吉，因为我有2个不同的身份，一个是就是台北市议员，我在去年2018年的11月的时候当选这样子。那另外一个身份呢，则是我在网络上其实有经营个人的频道，所以也会有人说我们就是所谓的 KOL 或者是所谓的网红或者是 influencer 随便那这部分大家如果认识我的话，可能是知道我另外一个昵称叫做呱吉。那最近是你有成立就是欢乐无法党，你觉得这个党是为什么要成立，然后是为了什么目的呢？他当时成立其实是来自于有一天我在跟我老婆聊天，然后我跟我老婆聊天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我老婆平常会看报纸，她不是完全不关心社会事情的人，但是当我在跟她谈不分区跟区域立委的时候，我发现她并不是非常的了解。后来在想，其实台湾虽然可能我们这个施行民主制度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可是很多人对所谓的政党政治，到底我们每一次投票，像比如说明年其实有3张票要投，一个是总统票，另外一个政党票，另外一个是这个区域立委的票，但大家可能分不太出来这3张票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尤其是政党票是大家最不理解的。所以我突然之间就在想，是不是我应该做一些科普的影片，让大家更了解到底投票这时候应该做什么。当然我内心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啦，就是我觉得在台湾，每当大家提到政治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内心是蛮多仇恨或者是负面的一些情绪。我并不是说觉得政治是荒谬然后不重要的事情，其实反过来讲，我认为其实政治是一个必须要认真去做的事情。可是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你要抱着一种痛苦的心情去长期做一件事情是很困难的，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甘地。甘地曾经连续21天绝食，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做不到这件事情。那我们一个人如果能够长期从事一个职业，譬如说你从事记者或者是新闻媒体的工作，你能够一直做这件事情，一定不是因为你痛苦，而是因为你在这过程当中你获得快乐、获得成就感、获得满足，你才会一直做这件事情。而我希望至少欢乐无法党它能够让大家觉得，其实想要对这个社会做出一些改变，然后参与政治这件事情，不见得是那么痛苦的。那你觉得这次选举对台湾有什么重要性呢？像跟其他选举以前的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呢？我觉得每一次的选举都非常重要，并没有这一次的比较重要，或者以前的比较不重要这种说法啦。那当然，每一次的选举呢，其实都是为台湾的前途和未来投下一张票，因为毕竟，尤其台湾是坦白说，在这个国际上，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曾经这样形容：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2次世界大战大概距离差不多30年左右。那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就是1945年到现在，大概已经过了差不多70几年。老实讲，第1次跟第2次才相隔30年。那第2次呢？第3次还没有发生。第2次过去已经过了70几年了，我觉得这个国际这个地球，知道历史是不断循环的。我觉得就像是一个压力锅，它的压力也迟早快要爆炸。所以在未来的10几20年之间，突然再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你并不觉得会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而未来的10年，假设突然之间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最有可能是在哪里？台湾绝对是前3名，有可能会爆发的一个区域。如果你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台湾的前途，接下来未来每一次的选举其实都非常的重要，因为你所投下的每一张票都有可能会让这个结果产生不同的改变。所以我认为，你说这次选举有没有跟其他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没有，它就是一个民主的选举。今天你就是要为你的选择、为你的未来去做出一个负责任的行为。但是呢，务实的来说啦，台湾其实也这次的选举的确可能也让很多人的心里面会觉得说，哇，这个对未来影响好像越来越重要了。以前我们可能从来都没有觉得这个独立或者是统一这些事情离自己非常的这个近，大家都可能觉得是一个蛮遥远的事情。但现在大家可能越来越觉得有这个强烈的感受，是好像我们非得赶快做点什么。我想这个心情还是有啦。那你觉得有什么重要的议题吗？像这次可能跟像关于国外或是国内的一些比较重要议题。我想大家可能现在最受到影响，可能是譬如说是反送中的议题吧，因为毕竟香港它现在离我们非常的近。那我们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也觉得我们共享了很多相同的文化血缘。
然后我们之间彼此又有很多，不管是商业上也好，还是情感上的交流也非常多。所以当香港发生了一个这么重大的事件的时候，那不论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不论你是支持还是反对，但是你一定会对他们现在所受到的这个困难是特别感同身受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会反映在我们这一次的投票之上，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就是会认为说，如果你今天做出的错误的投票行为的话，你很有可能会把台湾导引向可能就像香港这样子这么困难的一个状况。那你觉得这次也是蛮有趣的？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出来参选，像是民进党退出很多人，然后还有什么第三政党，像实力什么基金什么这些，你对这有什么看法吗？其实也不见得每一个政党都有推非常多青年的代表。事实上，我觉得今年，在青年的这个候选人之上，反而表现是没有那么好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大家在我觉得以不分区为例来讲好了，其实你可以看到平均年龄大概一些比较大的政党，其实相对来讲都是偏高。然后以前其实还有一些像上一届不分区都还有一些新创科技为专业的这个不分区立委，但是今年全部都改成社福劳工运动，然后或者是环保相关的一些议题的专业这个不分区立委打头牌，这个行为并没有任何的不对，因为它只是一个价值上的选择，而且我认为劳权啊环保也都是很重要的议题。可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在这一次的选择上，我觉得大家反而变得比较传统，而不是像过去一样那么的支持青年更重视的一些其他议题，我认为是这样啦。那你觉得像台湾有年轻人出来想要重政，然后会跟国际趋势有关吗？因为我觉得很多年轻人，比如说用直播啊什么这些新科技啊当宣传啊什么。这个当然是有很巨大的影响，因为以前大家其实这也是我出来参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以前我们第一个年轻人面对选举这件事情呢，第一个难点就是选举门槛很高。这有点像是你想要出道当一个歌手，你想要发一张唱片，在以前这个门槛是很高的，你一定要找一家经纪公司赏识你，然后跟你签一个合约，于是他帮你想办法去找到这个发行商，然后呢，在这个通路上，在很多唱片行去铺你的 CD， 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歌手，然后被大家所看见。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不是这样的，现在其实很多的歌手，当他出道的时候，他不见得需要再跟这些经纪公司或者是出版商合作，他可以自己创作歌曲之后直接放在网络上，很有可能就因为这样子，他就立刻受到了很广大的欢迎。比如说最近如果你有看美国的一个这个 reality show 叫做那个Rhyme and Flow， 它里面其实中间有一个评审叫 Cardi B，Cardi B 其实就是一个从网络上兴起的一个这个 hip hop 歌手嘛。那其实以台湾来讲的话，像9m88其实他现在已经在社会上享有一定程度的知名度，可是他其实完全没有签给任何经纪公司，他是自己在经营他自己的这个音乐事业。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而这件事情呢，其实也反映在政治之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以前如果你今天要选一个，比如说市议员也好，台北市市议员，通常一次的竞选花费，在过去大概至少要花1000万，花到2000万以上的人也非常多。但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年轻人，他只有30岁，那他在一般的他的工作不好也不坏，那也许30岁那一年，他勉强可以存下100万，在台湾啊，我觉得可能是做到的一件事情。可要他真的拿出1000万，我觉得他是绝对做不到。这一般年轻人绝对做不到这件事情，除非你家里很有钱，或者是你很有方法，你可以想办法募到你的款项。譬如说你本身有很雄厚的政治世家的背景，所以造成政治的其实进入门槛很低，就像我们以前的这个唱片行业一样。但是现在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今天能够加上网络行销，还有个社群操作的一些这个技术或者是实力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成本就可以压得非常低。像我去年选举的时候，其实我有给我自己设立一个胜利条件，就是我其实可以得到，我其实要拿更多的钱，我是拿得出来的。但是我跟我的团队还有跟对外，我都有讲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竞选经费我必须要控制在120万之内，因为我认为120万是年轻人拿得出来的一个上限。如果我能够控制我竞选经费在这里的话，我就能够证明给这些年轻人知道，其实你花这些钱，你也有办法。你有办法出来参选。那事实上，我后来坦白说，我是有一点小破功了，因为我少算了一些必要花费，所以最后我花的是144万这样子。对，了解。因为我记得上一次你也是没有像靠我们的传统方法，像比如说看板，就是完全没有。比如传单 flyer 这种东西，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帮助啊。我觉得大家看了也只是一种环保上的一种浪费，所以我完全没有做，也没有看板，然后我没有打任何的电视广告或者是
任何形式的广告，其实基本上都没有，花钱的广告几乎都没有做。那大概想问的是这些，可是最后还有什么想要跟观众说吗？像比如说国际观众，然后有台湾的。现在大概只剩距离这个投票大概只剩下不到40天哦。那这个不论怎么样，然后明年的1月11号，请大家记得一定要出来投票，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如果你不希望你的未来是让一些年纪比你大2倍以上的人来做决定的话，那你一定要守住你自己最重要的这一张权利。